為了效忠恩人，他甘願化身戰場惡鬼，卻在力量覺醒時被恩人聯合敵軍暗算，帶着無盡的絕望死在血泊之中。當他再次睜開眼時，竟然轉生成了最強魔法家族的嬰兒。深夜的軍營裡，篝火跳躍，巡邏的士兵在四周走動。傑諾獨自坐在帳篷裡，仔細擦拭着手中的長劍。這把劍承載着他對阿特拉斯的忠誠，也是他存在的全部意義。帳篷外突然傳來呼喚聲，傑諾收起長劍，起步朝外面走去。傑諾走出帳篷，見到了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命令他黎明率領前鋒出發，直插敵軍腹地，取下敵方大將加爾薩斯的首級。為了湖光家族的榮耀，絕不能失敗。看着眼前的恩人，傑諾想起了那個寒冷的雪天，是阿特拉斯收留了濒死的自己，並給了他活下去的意義。傑諾收回思緒，堅定地接下了任務，目送阿特拉斯轉身離去。傑諾緊握手中的長劍，是要守護自己付出一切換來的成果。黎明時分，戰鬥轟然爆發。傑諾化身戰場上的惡鬼，揮舞長劍在敵群中肆意斬殺，將面前的敵人盡數砍倒。厮殺過後，地面傳來猛烈震顫，敵方的騎兵大軍鋪天蓋地衝殺過來，敵方大將也露出了殘忍的笑意。面對滾滾而來的千軍萬馬，傑諾沒有半點退縮，他再次提劍迎敵。傑諾將靈魂凝聚於一點，使出絕招絕影，瞬間將衝在最前方的騎兵斬殺。然而他拼死守護的同僚們卻在背後議論紛紛，稱他的劍術是怪物的力量，根本不配代表湖光家族。此時傑諾突然口吐鮮血，體力不支跪倒在地，身後的士兵們不僅沒有上前攙扶，反而嫌棄的连连後退，嘲諷他那卑賤的血會玷污大家。聽着同伴們冰冷刺骨的話語，傑諾難以置信地轉過頭，心中滿是淒涼。敵軍的第二波騎兵再次衝殺過來，傑諾的身體已經到達極限，絕影只能再使用最後一次。他抬頭看向山崖上的阿特拉斯，对方高高在上，冷冷地俯瞰戰場。傑諾咬緊牙關，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完成恩人的期望。他再次爆發全部力量，衝入敵陣。山崖上的阿特拉斯看着拼死廝殺的傑諾，眼神冷漠，仿佛這一切都在他的預料之中。傑諾身上突然溢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山崖上的阿特拉斯見狀，認為時機已到，如果任由這股力量覺醒，傑諾將無法再被當成工具掌控。於是阿特拉斯冷酷地下達了動手的指令。埋伏在戰場周圍的士兵立刻啟動黑符陣，黑色法陣瞬間將傑諾死死困住，脖子上的黑色咒印讓他痛苦不堪，吐血不止。傑諾怎麼也沒想到，恩人竟會在背後暗算自己。此時敵軍將領趁機衝了上來，揮舞着戰斧，是要將這個無法動彈的怪物斬殺。敵將一斧重創了無法動彈的傑諾，鮮血瞬間染紅了地面。敵將得意地透露，這其實是傑諾主人設下的交易，要恨就只能恨他的主人。傑諾道在血泊中滿心疑惑。此時沉重的鎧甲腳步聲漸漸逼近，阿特拉斯面無表情地走到他面前，居高臨下地俯視着這個棄子，冷酷地宣告他的任務已經結束。傑諾強撐着最後一口氣，難以置信地質問這位視如父親的恩人，但阿特拉斯沒有絲毫動搖，直言自己從未把他當成過兒子，當年在雪地裡收留他，只是看中他那雙毫無生氣的眼睛，覺得他會是一個聽話的工具，只要給這個孤兒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他就會像狗一樣效忠，成為自己手裡最鋒利的一把劍。但傑諾的優秀超出了阿特拉斯的預期，他從小就擁有異常強大的靈力，為了能徹底掌控這個過於完美的工具，阿特拉斯在背後用盡了手段。阿特拉斯為了壓制傑諾的靈力，一直暗中給他服用藥物，但如今這股力量已經達到了極限。剛才傑諾身上爆發的金色光芒，就是靈力徹底覺醒的證明。阿特拉斯認定傑諾遲早會反噬自己，所以才決定提前動手除掉他。倒在血泊中的傑諾拼命解釋，堅稱自己絕對不會背叛，但阿特拉斯根本不在乎他的忠誠。他冷酷地揭開了傑諾這個名字的真相，在他們家族裡，這個名字的意思其實是一次性使用的器件。周圍隨即爆發出一陣刺耳的嘲笑聲。傑諾道在血泊中喃喃自語，自己這一生和手中的劍，明明全都只奉獻給了阿特拉斯一人，但阿特拉斯的臉上卻只有冷酷與無情。濒死的傑諾試圖掙扎着站起來，這垂死的掙扎讓旁人吃了一驚。傑諾強撐着抬起頭，口中默念着神秘的咒語，眼中再次閃爍起異樣的光芒。可傷勢過重的他，最終還是無力地癱倒在地上。敵將見狀，發出一陣狂妄的大笑，嘲諷傑諾死到臨頭還要裝神弄鬼，隨即揮舞起大斧，狠狠劈了下去。在意識消失的最後一刻，傑諾心中只剩下了無盡的悲涼。難道自己活着的唯一意義，真的就只是當一個工具嗎？直到意識消失的最後一刻，他都在質問自己活着的意義。本以為死後會是一片虛無，傑諾卻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溫暖。當他再次睜開眼時，牆上赫然掛着大陸最強魔法家族埃爾敏斯特家族的家徽。還沒等他反應過來，一位溫柔的女性就微笑着湊了過來，親切地叫他小寶貝。傑諾震驚地發現自己居然轉生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他難以置信地睜大雙眼，看着眼前這雙稚嫩的小手，他怎麼也無法理解眼前的狀況。這個帝國有兩大勢力瓜分，一方是劍術至上的阿克萊特家族，另一方是視魔法為尊的埃爾敏斯特家族。傳說該家族的創始人僅憑一句咒語
就創造了大陸，擁有着堪比太陽的龐大魔力。盧修斯看着眼前的母親，心中不禁感到有些諷刺。前世作為傑諾的他一生奉獻給劍，如今卻轉生成了對立的魔法家族。盧修斯突然感受到異樣的波動，那是體內源源不斷湧現的龐大魔力。這股力量正是他前世被奪走的真正實力。看來上天並沒有徹底拋棄他。既然擁有了完美的成長環境、最頂級的血統以及無窮無盡的魔力，他決定利用手頭的一切資源，向阿特拉斯發起復仇。不過在此之前，他必須先奪取這個家族的絕對控制權。看着眼前精緻的食物和玩具，盧修斯還沒反應過來，一大群僕人就排着隊走了進來。廚師端上特制的嬰兒食品，介紹這是用世界樹花蜜做成的珍貴食物。女僕法蘭見狀立刻擠了過來，拿出一個發光的波浪鼓，稱這是大家熬夜注入魔力做成的玩具。看着僕人們為了討好自己爭得不可開交，盧修斯忍不住在心裡暗笑。母親出面制止了爭執的僕人，並溫柔地撫摸着盧修斯，但盧修斯心裡卻十分清醒，大家對他的寵愛全是因為他的魔法天賦。經歷過前世的慘痛背叛，他絕不會再對這些善意抱有幻想。他只是在床上翻了個身，女僕法蘭就激動地向母親大聲報喜。轉生到這個家已經過去了1周，盧修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目標，他要利用這裡所有能利用的資源，為前世的自己徹底復仇。這個家族的魔法底蘊遠超盧修斯的想象，連日常喝的牛奶都由女僕法蘭注入了大量魔力，母親唱的搖籃曲裡也融入了高深的魔法咒語理論。在這樣頂級的環境下，盧修斯每天都在飛速吸收魔力，雖然還不習慣嬰兒的身體，但盧修斯決定測試一下現在的力量。他試圖運轉前世修煉的秘技絕影，將體內的魔力像劍氣一樣凝聚於一點。他集中精神，開始嘗試掌控這股龐大的魔力。恐怖的能量瞬間失控，化作耀眼的藍色光柱衝天而起，巨大的動靜瞬間驚動了整個城堡。強烈的魔力波動甚至擴散到了整個城鎮。躺在床上的盧修斯也十分震驚，這股力量比他預想的還要強大。如果能徹底掌控它，復仇將指日可待。聽到巨響的母親和女僕法蘭神色慌張地推開房門衝了進來。他們進屋卻發現盧修斯已經安然入睡。剛才那股恐怖的魔力波動讓母親甚至懷疑是自己的錯覺。到了第二天，正在給盧修斯餵奶的母親被突然闖入的法蘭打斷。法蘭神色慌張地帶來了一個緊急消息，皇家衛隊護送着一群人已經強行闖入了莊園大門，來人正是帝國的魔力鑑定士。這讓母親和盧修斯都警覺起來。母親十分疑惑，對方為何偏偏選在家主不在時，毫無預警地造訪這片偏遠領地。懷中的盧修斯立刻反應過來，這群人一定是被他昨晚抱走的魔力吸引而來。這下事情變得有些棘手了。為了迎接來客，母親抱着盧修斯來到大廳，嚴陣以待。伴隨着沉重的開門聲，幾名身穿黑袍的魔力鑑定士緩緩走入大廳。領頭的黑袍人走上前，主動開口向他問候。黑袍人直接表明他們是奉帝國法令前來調查。他指出，昨晚帝國的魔力監測網在這片領地檢測到了千年難遇的龐大魔力，而那股魔力的源頭就在這座莊園裡。如果鑑定結果證實這股力量是個威脅，那麼根據帝國法律，他們將依法執行淨化。這話一出，嚇得一旁的法蘭和僕人臉色大變。黑袍人自顧自地掏出魔力鑑定儀器，聲稱這就是他們作為鑑定士的職責。他當眾表明，魔力的源頭就在這座大廳裡。隨着黑袍人催動手中的裝置，儀器瞬間爆發出耀眼的光影，直直地指向了母親和他懷裡的盧修斯。黑袍人緩緩轉過頭，目光死死鎖定在母親身上。黑袍人要求母親配合，請他往旁邊站一步。母親答應下來，順手將懷裡的盧修斯交給了女僕，囑咐她照顧好孩子。隨後母親獨自走上前接受檢測。然而當黑袍人催動儀器時，卻發現魔力源頭並不是這位公爵之女。黑袍人頓時陷入疑惑，既然不是她，那這股龐大的魔力到底來自哪裡？就在这時，他手中的儀器突然剧烈震動起來，爆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直直地射向了另一個方向。強光直直照在女僕懷裡的盧修斯身上。還沒等黑袍人反應過來，他手中的鑑定儀器就因為承受不住龐大魔力瞬間碎裂。黑袍人看着滿地的碎片，驚恐萬分。他怎麼也沒想到，魔力的源頭竟然會是這個嬰兒。一旁的母親和僕人們也滿臉震驚，而襁褓中的盧修斯眼神卻顯得異常冷靜。不甘心的黑袍人決定連接靈魂，親自探查這個嬰兒的真面目。然而他的靈魂剛接觸到盧修斯，就遭到了恐怖的魔力反噬。黑袍人痛苦地瞪大雙眼，他發現這個嬰兒的靈魂深處竟然隱藏着一股無法估量的龐大能量，那股力量耀眼的如同直視太陽。黑袍人根本無法觸及靈魂的核心，就在他快要支撐不住時，卻在光芒深處看到了一團詭異的黑色魔力。這股異樣的力量讓他瞬間驚恐萬分。意識回到現實後，母親塞萊絲蒂亞急忙上前詢問他看到了什麼，但黑袍人卻陷入了沉默。他想起了帝國直屬鑑定士的真正使命，那就是防範古老預言書中的災難。預言書中記載，如果有人在神聖的靈魂中孕育着深淵詛咒，此人必將給帝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讓整個世界陷入無盡的黑暗。黑袍人顯然已經對盧修斯產生了極大的懷疑，他神色凝重地告訴塞萊絲蒂亞，盧修斯的靈魂狀態與預言完全一致。塞萊絲蒂亞和法蘭滿臉不可置信，根本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結論。黑袍人聲稱，為了帝國的安全，必須代表皇室將這個隱患徹底鏟除。他隨即示意身旁的衛兵動手，幾名衛兵立刻面色陰沉地圍了上來。
面對步步緊逼的衛兵，法蘭只能死死抱住懷裡的盧修斯，看着對方緩緩拔出腰間的長劍。襁褓中的盧修斯眼神卻異常冰冷。就在衛兵準備動手的千鈞一髮之際，塞萊斯蒂亞突然出聲喝止了眾人。他身上爆發出耀眼的金色光芒，神堅定地擋在盧修斯身前，宣告絕不允許任何人傷害自己的孩子。黑袍人冷冷地質問塞萊斯蒂亞是否企圖違抗帝國的法律。塞萊斯蒂亞態度極其強硬，宣告在他眼裡，孩子的眼淚遠比帝國法律更重要，這就是做母親的意義。看着擋在身前的母親，懷裡的盧修斯神色微動。黑袍人警告他要為後果負責，隨即開始凝聚魔力。雙方恐怖的魔力在大廳中激烈碰撞，局勢瞬間變得劍拔弩張，連一旁的隨從都緊張地屏住了呼吸。手下提醒黑袍人履行職責，要求他依法除掉這個災難的苗頭。但看着拼死保護孩子的塞萊斯蒂亞，黑袍人卻陷入了沉思。他開始懷疑這樣的孩子是否真的會帶來毀滅。為了確認答案，黑袍人決定親自見證這個孩子的未來。他走到盧修斯面前，仔細端詳，隨後轉身看向塞萊斯蒂亞，指出他為了孩子不惜與整個帝國為敵。出乎所有人意料，黑袍人決定加入塞萊斯蒂亞的陣營，但他隨即神色凝重地給出警告：如果盧修斯未來走上歧途，他們兩人將共同承擔責任。隨後，黑袍人帶人轉身離開，臨走前再次警告塞萊斯蒂亞不要忘記。隨着大門緩緩關上，危機終於暫時解除。塞萊斯蒂亞立刻快步奔向盧修斯，他緊緊抱住孩子，捧着盧修斯的臉喜極而泣，不斷慶幸着他平安無事，感受着這份毫無保留的愛意。盧修斯的眼神逐漸變得沉重。另一邊，剛離開莊園的鑑定室讓手下立刻向陛下匯報，稱他們發現了一位能為帝國帶來巨大利益的頂尖人才。轉眼12年過去，演練場中，無數道兇猛的魔力光束轟向中央。12歲的盧修斯站在陣型中央，只是輕巧地揮了揮手，就將迎面而來的攻擊瞬間化解。盧修斯渴望獲得更強大的力量，他不斷將自己的精神逼向極限，只有在游走於生死邊緣的危機中，他的魔力才能得到進一步的升華。他在鎖鏈吊起的圓盤上靈活閃避，任憑狂暴的魔力光束在身邊炸裂。隨着訓練結束，有些脫力的盧修斯直接坐了下來。這時塞萊斯蒂亞在法蘭的陪同下走入演練場，看着疲憊的孩子，母親心疼地責備他，又在進行這種亂來的訓練。盧修斯緩緩站起身，平靜地安慰母親自己並無大礙。盧修斯表示自己這12年來每天都是這樣訓練的。隨後他從高台直接跳下，用魔力在腳下形成緩衝，穩穩地落在了母親和法蘭面前。看着盧修斯臉上自信的笑容，法蘭忍不住大聲訓斥起來，警告他放鬆警惕才是最危險的，並用自己當魔法師時九死一生的經歷告誡他千萬不能大意。盧修斯表面上虛心接受，心中卻在感嘆12年時間已過。這時法蘭收起玩笑的表情，神色嚴肅地遞過來一封信，稱這是給他的。盧修斯拆開信封，這是一封皇家學院的邀請函，帝國各路人才都匯聚於此，只要能以第1名的成績畢業，就能獲得超越常人的神聖賜福。當年阿特拉斯正是以此拿到了那種力量。回想起前世對方展現出的恐怖實力，盧修斯死死握緊了手中的信紙。為了獲得足以對抗他的力量，他決定拿下皇家學院的第1名。帶着前世結諾的記憶與執念，盧修斯終於來到了皇家學院。選拔儀式在巨大的競技場內舉行，塞萊斯蒂亞和法蘭也在看台關注着他。盧修斯神色平靜地跟隨考生步入場中。隨着主考官宣布選拔正式開始，賽場中央瞬間爆發出耀眼的強光，一只巨大的藍色魔獸憑空凝聚而出。今年的考核內容是保護與討伐，考生們必須在保護飛舞的賢者之蛋的同時，徹底擊敗兇猛的水晶蜥蜴。一旦蛋被破壞，就会直接影響成績。最終的考核結果將由每個人頭頂漂浮的天平來評定。面對苛刻的規則，盧修斯和身旁的考生們都做好了準備。主考官繼續解釋規則，天平兩端分別代表保護蛋與擊敗魔獸的能力，兩項評估的砝碼數量將直接決定考生能否通過。規則宣布完畢後，考生們開始前往等待區。盧修斯剛走進大廳，周圍便傳來刺耳的議論聲，旁人紛紛指點着他，稱他是埃爾敏斯特家的詛咒之子，還提起12年前他本該被處死。一旁的莉莉亞和赫克托也向他投來冷漠的目光。面对周圍的敌意與審視，盧修斯神色平靜不為所動。第一位上場的挑戰者是莉莉亞，她一上來就展現出極具毀滅性的火焰魔法，完全不在乎需要保護的賢者之蛋，直接用烈焰将魔獸和蛋一同吞噬。這種知攻不防的極端戰鬥方式，讓他的討伐評級拿到了 A， 而保護評級只有慘不忍睹的 D。不過他依然順利通過了考核。緊接着登場的下一位考生則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戰術，他用暗屬性魔力將蛋牢牢保護起來，最終拿到保護 A 和討伐 C 的成績，同樣成功晉級下一輪。接連幾名考生相繼通過考核，緊接着主考官喊出了赫克托的名字。這位身着紅色軍裝的劍士走入賽場，周圍立刻響起陣陣驚呼，稱他是帝國劍士一族的新興天才。看着走上賽場的赫克托，盧修斯卻想不起在前世記憶中曾聽說過吉爾伯特這個姓氏。面對眼前咆哮的巨獸，赫克托表示不需要魔法師那些繁瑣把戲，單憑家族傳承的劍法就已足夠。說罷，他緩緩握緊了腰間的劍柄。赫克托瞬間拔劍出擊，強悍的劍氣直接將魔獸一斬為二，連一旁的賢者之蛋也被餘波切開。天平隨即做出判定，赫克托拿下討伐 S 級與保護 A 級。
一舉衝到目前排名第一的位置，全場觀眾無不為此感到震驚。隨着赫克托收劍退場，主考官喊出了最後一位考生的名字，盧修斯神色平靜地走入賽场，觀眾席上頓時響起一片竊竊私語，紛紛議論起這個傳聞中被詛咒的孩子，覺得在赫克托之後，他的表現根本不值一提。坐在台下的赫克托也冷冷地注視着場內，臉上寫滿不屑。此時場上的魔獸突然開始凝聚能量，看台上的法蘭和塞萊斯蒂亞緊張不已，連莉莉亞也在一旁默默注視着局勢。魔獸瞬間噴射出巨大的能量光束，將盧修斯徹底籠罩在攻擊範圍之內。面對如此恐怖的攻勢，台下的考官忍不住向校長詢問，新生究竟該如何應對這種大範圍攻擊？正常的應對方式應該是先展開大型防禦結界保護彈，然而盧修斯根本沒有防守的意思，他身形一閃，瞬間消失在原地，連魔獸都一時間沒反應過來。盧修斯在密集的能量光束中穿梭，以極其驚人的身法和速度，將射向贤者之彈的攻擊全部化解。看台上的考官看得目瞪口呆，他發現盧修斯甚至沒有吟唱咒語，也沒有使用任何防禦魔法，他只是憑借對靈能元素的極致掌控，精準地攔截了每一次攻擊。這種控制力簡直就像在接住每一滴雨滴。盧修斯在空中身形一頓，指尖凝聚起耀眼的光芒。面對魔獸口中再次凝聚的狂暴能量，他在空中身形倒轉，指尖射出一道細長的光束，輕聲下達了停止的指令。這道光束精準地貫穿了魔獸的能量球，將其徹底壓制並消散。盧修斯隨即輕盈落地，不僅魔獸被制服，周圍的賢者之彈也完好無損，整個競技場瞬間陷入一片死寂。緊接着，判定結果的天平重落下，代表盧修斯成績的藍色天平瞬間沉底，巨大的衝擊力將另一側的金色天平直接震飛。這一幕讓看台上的貴族們大驚失色，紛紛直呼不可能。連一向冷酷的莉莉亞也露出難以置信的神色。站在場中央的盧修斯只是靜靜地看着這一切，他的表現已經徹底顛覆了所有人的認知。盧修斯在防禦與壓制兩項考核中全部拿到了最高規格的 S+。主考官當場宣布盧修斯成為今年入學選拔的第一名，全場瞬間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看台上的法蘭興奮地大聲歡呼，一旁的塞萊斯蒂亞也喜極而泣。而原本排名第一的赫克托看着被奪走的榜首位置，憤怒地攥緊拳頭，臉色陰沉到了極點。面對全場的瞩目與赫克托的敵意，盧修斯依然神色平靜地站在场中央。校長宣布為本次選拔的第一名頒發獎勵。盧修斯在眾人的注視下走上前去，校長親自為他戴上一枚散發着綠光的徽章，溫和的綠色魔力瞬間將盧修斯包裹。他閉上雙眼，靜靜感受着這股力量。隨着受訓儀式結束，考官宣布從明天開始，新生的學院生活正式拉開帷幕。學院廣播通知新生查看宿舍分配。另一邊，法蘭激動地向盧修斯轉達家裡僕人們帶來的口信。大家雖然沒能來到現場，但都在期待着少爺的成長。盧修斯聽後微笑着表示自己會盡力。看着即將開啟新生活的兒子，母親塞萊斯蒂亞溫柔地捧起他的臉，不捨得叮囑他不要太勉強自己，並提醒他有很多人在為他祈禱。盧修斯輕聲回應，讓母親放心。隨後他正式向兩人告別，並拜托法蘭照顧好母親。盧修斯獨自踏上了前往學院的路。作為入學選拔的第一名，他認為這是一個順利的開始。然而新生的宿舍分配卻天差地別，第一名可以獨享宮殿般的豪華宿舍，而普通學生只能擠在簡陋的合租房裡，這讓莉莉亞感到極度不平衡。同屋的室友對此卻顯得十分淡定，他一邊下酌棋一邊提醒莉莉亞，在這個實力至上的學院裡，隨時都可以把第一名的位置搶過來。隨後盧修斯來到了新生教室，他的出現立刻引起了周圍人的注意，大家紛紛在私下裡竊竊私語，質疑他是靠不正當手段才拿到的第一名。教室裡的議論聲此起彼伏，有人猜測盧修斯或許真的實力不凡。赫克托聽後十分惱火，堅稱那不過是些廉價的把戲。此時一名黑衣兜帽人正站在高處的屋頂上，透過窗戶默默注視着盧修斯，隨後化作煙霧消失不見。而另一邊，赫克托還在暗自發狠，堅信在實戰中自己的劍絕對不會輸，卻不知那名兜帽人已悄然出現在他身後。兜帽人冷冷開口，讓赫克托收起無用的鬥志，並表示自己的課堂不需要這些。赫克托轉過身，滿臉不屑，表示自己絕不會聽從命令，這不過是嚇唬人的小把戲。周圍的學生也開始竊竊私語，嘲笑這位導師的出場毫無尊嚴。面對挑釁，導師面無表情，只是冷冷地給出了最後的警告。他緩緩抬起手掌，恐怖的魔力瞬間在教室中爆發開來，強烈的威壓瞬間籠罩全場。赫克托被震懾得無法反抗，一旁的莉莉亞也驚恐萬分，意識到這位導師的實力深不可測。唯獨盧修斯神色自若，輕描淡寫地承受住了這股壓力。隨着魔力漸漸平息，導師收回利爪，緩緩步入教室中央。他冷冷地告誡在場的所有新生，從今往後，在這座學院裡，高貴的家世與血統都將變得一文不值。導師再次向所有人強調，在這裡實力就是一切。在一眾驚恐的新生中，神色自若的盧修斯顯得格外扎眼。導師注意到他後，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微笑。隨後導師收起笑意，宣布課程正式開始。導師自我介紹，名叫瓦萊里烏斯，負責教授學院的基礎理論。盧修斯一眼認出對方正是之前的鑑定師，沒想到他會成為這裡的導師。盧修斯默默感受着對方身上的帝國威壓。此時瓦萊里烏斯轉過身，準備向新生們宣講學院的規則。
他指出大家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首席畢業生，隨後抬手釋放出魔力，在教室中央凝聚出一塊巨大的排名水晶，水晶上浮現出每個人的名字和名次。瓦萊里烏斯解釋，排名會根據課程任務和活動表現進行實時更新。此時屏幕上顯示出大家的初始排名，盧修斯排在第50位，赫克托緊隨其後排在第51位，而莉莉亞則排在第72位。莉莉亞看着排名暗自疑惑，瓦萊里烏斯則繼續宣布畢業條件，只有保持在學校前16名，並在4年一度的決鬥大賽中奪冠，才能成為獲得神聖庇護的首席畢業生。聽到這個條件，盧修斯暗暗攥緊了拳頭。台下有學生忍不住大聲抱怨，覺得這4年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然而話音剛落，那名學生的排名就開始瘋狂暴跌。瓦萊里烏斯冷冷地警告眾人，任何抱怨都會直接扣除評分，最好管住自己的嘴。緊接着導師宣布了最殘酷的規則，每年排名墊底的125人，無論任何原因都會被強制退學，這就是學院維持人數平衡的手段。聽到如此嚴苛的淘汰機制，連赫克托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瓦萊里烏斯冷冷地掃視全場，隨後抬起異化的利爪，宣布第一堂課正式開始。導師突然施展傳送魔法，在一片驚呼聲中，將所有人帶到了一處荒涼的戶外。前方出現了一座散發着綠光的長橋。導師宣布第一堂課的任務非常簡單，那就是在1個月內通過這座橋。學生們見狀，紛紛覺得這輕而易舉，爭先恐後的想要搶先通過。赫克托察覺到異樣，出聲喝止，但已經有2名學生急不可耐地衝了上去。剛踩上橋面，耀眼的綠光瞬間將人吞沒，伴隨着驚恐的呼喊，衝在最前面的學生直接跌落橋下。赫克托在一旁冷眼旁觀，警告眾人不想死就老實點。看着墜入深淵的同學，莉莉亞下的追問橋底下到底有什麼。盧修斯卻看出了端倪，他發現整座橋都被施加了詛咒，會強行抽乾通過者的靈力。導師瓦萊里烏斯站在橋上宣布，力量才是一切的基石，他們必須在1個月內積攢足夠的靈力過橋。有學生顫抖着詢問這門課的通過率，得到的回答卻只有殘酷的20%。導師突然笑着表示自己剛才說錯了，那20%並不是考核的通過率，而是這場測試的生存率。聽到這個殘酷的數字，莉莉亞和赫克托等人都變了臉色，學生們頓時陷入恐慌，紛紛商討要在限期內提升靈力。盧修斯看着那座長橋，卻冷靜地否定了大家。他根據橋的長度和靈力流失速度推算，光靠積累靈力根本不可能走完。他意識到提升靈力只是導師放出的煙霧彈，而自己已經看穿了真正的通關方法。瓦萊里烏斯直言意志薄弱的人，就算到了戰場，也只有死路一條。隨後他不再廢話，宣布測試正式開始，給所有人留下1個月的期限。隨着倒計時裝置啟動，1個月的時間開始1分1秒的流逝。看着眼前的長橋，盧修斯心中已經有了通關的把握。轉眼時間過去10天，距離截止日期只剩下20天。學生們為了提升靈力，開始瘋狂訓練。莉莉亞也在拼命奔跑，她深知如果靈力不夠，就只有死路一條。高強度的訓練讓大家的情緒變得異常焦躁。就在眾人咬牙堅持的時候，訓練場上卻突然傳來了異樣的動靜。莉莉亞為了提升實力，開始瘋狂負重。她咬緊牙關，舉起巨大的岩石，試圖通過這種極限訓練，讓自己的承重極限提升10倍。另一邊，赫克托獨自來到一處空地，他蹲下身子，觀察着周圍的環境，準備在這裡驗證自己的猜想。他撿起石塊，扔向遠處的長橋，發現石塊落地後立刻散發出詭異的黑氣，這證實了橋上確實附帶着某種詛咒，只要接觸就會被瞬間抽乾靈力。既然找到了靈力流失的根源，赫克托緩緩拔出腰間的長劍，渾身爆發出耀眼的紅色靈力，準備用自己的方式強行破局。赫克托匯聚全身靈力，一劍斬向長橋，試圖強行破開橋上的詛咒。轉眼距離截止只剩最後3天，盧修斯獨自在林中冥想，他已經看清了通關的本質，需要的並非龐大的靈力，而是對靈力的絕对掌控。前世為了用微弱的靈力戰鬥，他曾將控制力打磨到細胞級別，如同穿針引線般精細，並由此創造出了絕對之影。前世的傑諾在生死邊緣才磨練出這套極致的靈力控制技術，盧修斯自信能將它完美融入現在的魔法中。然而在旁人眼裡，盧修斯從第一天起就只知道靜坐，大家紛紛嘲笑他已經放棄，甚至質疑他是靠家族關係混進來的。暗處一名戴着兜帽的神秘人也在默默注視着盧修斯的一舉一動。距離截止只剩最後2天，莉莉亞依然在拼命訓練突破極限。到了最後1天，赫克托也在抓緊練習劍技做最後準備。考核期限將至，眾人紛紛來到這片草地，而盧修斯卻依然在閉眼冥想。莉莉亞看着依然在冥想的盧修斯，十分不解他為什麼整整1個月毫無動作，明明他是入學排名第1的新生。就在這時，考核的倒計時正式歸零，盧修斯緩緩睜開雙眼。導師瓦萊里烏斯伴隨着黑霧降臨，宣布1個月的期限已到，並詢問誰願意第一個嘗試過橋。面對眼前這道致命的難關，學生們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輕易上前。就在大家互相推搡猶豫不決時，赫克托和莉莉亞同時站了出來，2人都爭着要第一個過橋，誰也不肯退讓半步。莉莉亞索性提議用剪刀石頭布來決定先後順序，最終莉莉亞贏下了对決，獲得了首個挑戰的資格。莉莉亞剛赢下猜拳準備出發，旁邊幾個按捺不住的學生卻突然搶先一步衝上了長橋，這讓莉莉亞當場傻了眼。然而這幾人剛踏上長橋，橋上的詛咒便瞬間爆發，黑色的霧氣
直接纏繞住他們的身體，伴隨着幾聲慘叫，這幾名學生直接墜入深淵。一旁的赫克托冷眼看着這一幕，心中暗自嘲笑他們的愚蠢。其他學生見狀也陷入了恐慌，想不通為什麼灵力充沛的人也会在瞬間被抽干墜落。赫克托已經看穿了這關的本質，光靠灵力總量根本沒用，必須在靈力被抽干之前，在體內不斷精煉靈力，讓精煉的速度超過流失的速度。只有掌握這種極致的控制力，才是通關的唯一辦法。看到剛才的慘狀，旁邊的學生嚇得直打退堂鼓，勸阻莉莉亞不要去送死。莉莉亞卻一把推開他，徑直走向了長橋。他深吸一口氣，瞬間爆發出熾熱的火焰靈力，整個人被烈焰包裹，毅然踏上了長橋。導師瓦萊里烏斯在旁默默看着，雖然認可莉莉亞的靈力量確實驚人，但也清楚面對這能抽乾一切的詛咒，光靠量大根本無濟於事。果不其然，莉莉亞剛走上橋沒幾步，黑色的霧氣便纏繞上來，瘋狂吞噬着她的火焰。莉莉亞的身體也開始搖晃起來。面對黑霧的瘋狂吞噬，莉莉亞咬緊牙，關絕不服輸。她怒吼着，再次爆發出更強的火焰，是要與這股詛咒對抗到底。莉莉亞憑借着驚人的意志力，強行壓榨出體內的靈力，釋放速度甚至超越了詛咒的吞噬極限。她頂着烈焰一步步向前邁進，終於莉莉亞成功跨越長橋，來到了導師瓦萊里烏斯面前。剛一過橋，她便因靈力虛拖倒在地上，但她依然掙扎着抬頭詢問結果。瓦萊里烏斯宣布她通過了測試，莉莉亞頓時興奮地歡呼起來。看着虛脫的莉莉亞，赫克托不屑地冷哼一聲，覺得這種殺敵1000自損800的做法實在太低效了。他早就發現，詛咒在抽乾靈力前其實有微小的延遲，只要速度夠快，詛咒就根本反應不過來。赫克托瞬間爆發出紅色靈力，整個人化作一道紅色殘影，在橋面上飛速疾馳。他不僅瞬間跨越了長橋，甚至順勢拔劍斬向導師瓦萊里烏斯，狂妄地表示這種詛咒根本傷不到他。瓦萊里烏斯輕鬆避開攻擊，雖然認可了赫克托利用時間差的智慧，但也警告他對導師動手可就有點過了。瓦萊里烏斯宣布赫克托通過了測試，赫克托對此並不意外，圍觀的學生們則被他的速度徹底震撼。接下來輪到盧修斯登場，但大家看他靈力波動微弱，又不會像赫克托那樣強化肉體，紛紛質疑他這個第一名的含金量。導師瓦萊里烏斯也默默注視着他，期待這位第一名會帶來怎樣的表現。在眾人的注視下，盧修斯神色平靜地踏上了長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盧修斯沒有爆發驚人的靈力，只是像散步一樣神態自若地向前邁進，這讓周圍的學生們看得目瞪口呆。瓦萊里烏斯覺得他的通關方式平淡無奇，只是按部就班地利用了規則，這讓他有些失望。然而緊接着，其他學生也嘗試踏上長橋，卻發現詛咒似乎失效了，大家竟然都能輕鬆通過。看着歡呼雀躍的眾人，莉莉亞感到十分意外，赫克托則在一旁冷嘲熱諷，覺得這群蠢貨只是運氣好。但瓦萊里烏斯立刻察覺到了異樣，他猛地轉頭看向一旁的盧修斯，發現對方手中正閃爍着微微的靈力。原來盧修斯在精煉自身靈力的同時，用極其精細的靈力絲線暗中壓制並引導了橋上的詛咒，這才讓其他人得以順利通過。他正在解開這具千年未破的術式，橋面突然傳來異響，莉莉亞和赫克托震驚地發現，盧修斯竟然直接破壞了詛咒術式本身。伴隨着一陣強光與巨響，橋上的詛咒術式徹底崩潰瓦解，而盧修斯只是平靜地收回靈力。不同於法師外放靈力或劍士強化肉體，盧修斯展現了極致的微操控制力。伴隨着詛咒術式的徹底崩潰，現場掀起了一陣劇烈的爆炸。導師瓦萊里烏斯看着眼前的廢墟，心中震驚不已，沒想到盧修斯竟然能做到這一步。盧修斯卻顯得異常平靜。死裡逃生的學生們紛紛猜測，這長橋是不是因為年代久遠，自己老化了？畢竟剛才只要慢一步，他們就沒命了。雖然大家都勉強通過了測試，但看着徹底崩塌的長橋，有人不禁想起了最先墜落的同學，他們明明也拼盡了全力，卻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如今長橋已毀，這場殘酷的測試也終於落下了帷幕。導師瓦萊里烏斯打了個響指，那些原本墜落深淵的學生竟然被紫色靈力包裹着安全送回，原來這只是一場虛驚。瓦萊里烏斯隨即宣布，在場的所有人都通過了測試。面對大家的疑惑，他解釋說，雖然過橋考驗了靈力精煉，但測試的真正目的是考驗大家的決心。只要在面對死亡威脅時沒有選擇逃跑，就已經證明了自己。瓦萊里烏斯看着眼前的學生們，強調面對死亡時展現出的意志是比任何天賦都強大的武器。他們今天邁出的這一步價值無法估量。接着他正式祝賀大家通過測試，並表示為所有人感到驕傲。聽到這個消息，莉莉亞得意地揚起嘴角，而盧修斯則在一旁保持着沉默，默默注視着眼前的這一切。然而還沒等大家高興太久，瓦萊里烏斯卻突然話鋒一轉，他指出通過測試和拿到高評分是兩碼事，將從最高評分開始宣布排名。緊接着導師宣布了第45名，正是剛剛破壞了術式的盧修斯。聽到這個結果，旁邊的學生一臉懵逼，覺得盧修斯明明只是散步走過去，憑什麼能拿到這麼高的名次？隨後導師開始宣布下一位，大家紛紛猜測會是赫克托還是莉莉亞。莉莉亞更是自信滿滿的挺起胸膛。然而導師卻宣布第46名是諾亞。
雷文，一個戴着兜帽的神秘男子走了出來，這讓赫克托感到難以置信。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家伙，排名竟然還在自己之上。得知那個戴兜帽的神秘人排名比自己高，莉莉亞頓時气得直抓狂，完全無法接受這個結果。導師瓦萊里烏斯隨即宣布評估結束，讓大家接受各自的排名。最終盧修斯排在第45名，神秘人緊隨其後拿下第46名，而赫克托和莉莉亞只拿到了47和57名，這讓心高氣傲的兩人十分憋屈。在學生們的議論聲中，瓦萊里烏斯宣布了接下來的安排：從明天開始，所有人將以4人小組的形式展開學院生活。瓦萊里烏斯向大家解釋規則，隊伍實力越強，分配的任務就越難，而且排名會根據個人表現持續變動，這意味着隊友之間也是競爭對手。正當大家為這殘酷的規則感到頭疼時，導師卻突然宣布了第一個分組：盧修斯、莉莉亞、赫克托以及那個戴着兜帽的諾亞，他們4人將被直接分在同一個小隊。聽到這個消息，莉莉亞當場抓狂，完全不想和這幾個人組隊。赫克托則冷冷地警告他別拖後腿，其他學生也紛紛驚呼，這簡直是把最強的一批人湊在了一起。導師宣布解散，讓大家回去準備。盧修斯卻在心中暗自思忖，既然任務難度是根據隊伍綜合實力決定的，那他們這個頂尖小隊恐怕一上來就會拿到最棘手的任務。此時莉莉亞還在後面大呼小叫，質問那個戴兜帽的家伙到底是誰。盧修斯深知想要變強就不能怕麻煩，此時導師突然宣布了他們小隊的第一個任務，要求他們在明天的訓練中只要能擊中導師一次就算通關。到了第二天，莉莉亞覺得這個任務簡直是在小看他們，赫克托更是自信滿滿，嘲諷莉莉亞的同時準備率先出手演示。然而導師卻露出一抹冷笑，警告他們不要高興得太早。緊接着他身上瞬間爆發出了恐怖的藍色靈力，這股恐怖的靈力讓莉莉亞和赫克托瞬間警惕起來。瓦萊里烏斯看着眼前的幾人，直言不管他們排名有多高，單打獨鬥誰也不可能贏過他。接着他直接向4人發出挑釁，讓他們一起聯手攻過來。面對導師這壓倒性的靈力威壓，莉莉亞和赫克托神色凝重，而盧修斯和諾亞則在原地靜觀其變。赫克托覺得4人聯手簡直是笑話，他警告其他人別擋路，自己要拿下第一擊。盧修斯深知導師的實力非同小可，作為直屬於帝國的鑑定士，導師的戰力處於帝國最頂端，整個學院能單挑贏他的人屈指可數。面對導師的挑釁，4人同時發動了攻擊。盧修斯也想借此機會測試一下自己如今的真正實力。赫克托率先拔劍出鞘，身形一閃，直接衝向導師。然而導師只是微微側身，甚至只用一根手指就輕鬆化解了赫克托的全力一擊，這讓赫克托臉色大變。還沒等赫克托退開，莉莉亞也緊跟着出手，她渾身纏繞着熾熱的烈焰，從空中朝着導師猛烈砸下。莉莉亞的烈焰重擊被導師單手輕鬆接下，緊接着諾亞也出手了，他在腳下展開紫色法陣，釋放出密集的紫色光彈進行轟炸。這波無差別攻擊逼得赫克托不得不閃身躲避，他忍不住抱怨對方礙事。還沒等赫克托站穩，莉莉亞也衝了過來，他嫌赫克托擋了自己的路，直接一把揪住赫克托的頭髮。被揪住頭髮的赫克托怒不可遏，質問莉莉亞是不是找死。兩人在後方扭打成一團，導師則在一旁冷眼旁觀。就在隊友們內訌的時候，盧修斯默默運轉起體內的靈力，耀眼的藍色光芒在他手中匯聚，他決定趁機發動奇襲。這股強大的靈力波動讓還在爭吵的兩人瞬間愣住。盧修斯看準時機，釋放出一道狂暴的雷電光束，裹挾着驚人的力量直奔導師而去。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強力一擊，導師的眼神終於變得認真起來，立刻出手正面抵擋這道雷光。雷電光束與導師正面碰撞，瞬間引發了劇烈的爆炸，強勁的餘波席捲四周，逼得莉莉亞幾人連連後退。盧修斯穩穩落地，警惕地盯着前方的滾滾濃煙。然而煙塵散去後，導師瓦萊里烏斯竟然毫髮無傷，他甚至還有閒心抱怨，讓大家別破壞學院的公務。看着實力深不可測的導師，盧修斯不僅沒有退縮，反而燃起了更強的鬥志。一旁的莉莉亞更是咽不下這口氣，她渾身再次燃起熊熊烈焰，怒吼着從空中再次發起猛攻。莉莉亞三人的圍攻看似凶猛，導師卻游刃有餘地穿梭其中，將他們的進攻輕鬆瓦解。一旁觀戰的盧修斯卻發現了端倪，導師看似在同時抵擋三人，實則是靠着肉眼難辨的急速，在極短時間內將三人逐個擊破。連續攻防轉換的越多，招式銜接間露出的空隙就會越明顯。盧修斯精準捕捉到了導師身後的微小死角，雖然這個破綻的位置每次都在隨機改變，盧修斯決定利用隊友的攻擊來推算導師露出破綻的精確位置。被擊退的莉莉亞不甘示弱，與赫克托再次發起猛烈夾擊。導師見狀卻只是輕蔑一笑，諾亞也在地面部下法陣協助限制，但導師在三人的圍攻中依然游刃有餘，輕鬆避開了所有的攻擊。就在導師閃避的瞬間，一直在暗中觀察的盧修斯終於動了，他從高處俯衝而下，直奔死角而去。隊友們被擊退的瞬間，正中盧修斯的下懷，他趁着導師防守的空檔，從死角發起了致命一擊。強光與衝擊波逐漸散去，導師瓦萊里烏斯竟然毫髮無傷，他身前展開了一道藍色魔法結界。莉莉亞和隊友們徹底驚呆了，如此威力驚人的聯手一擊，居然連導師的皮毛都沒傷到。瓦萊里烏斯緩緩收起結界，稱讚他們能逼自己使出防禦，但緊接着他話鋒一轉，直言對他們的期望還是太高了。
導師冷冷地看着眾人，警告他們，如果1小時內無法通關，這支4人小隊就將面臨解散，所有人也會被降級到低年級隊伍。他要求大家必須學會團隊協作，並挑明接下來自己不會再手下留情，勸他們最好能拿出像樣的作戰計劃。導師的輕蔑態度讓莉莉亞當場抓狂，她氣得直跺腳，甚至懷疑導師到底是不是人類。發洩完怒火後，莉莉亞主動走向一旁的盧修斯，質問他是不是已經有了什麼計劃。莉莉亞雖然很不甘心，但承認盧修斯是唯一逼退導師的人。她決定聽聽盧修斯的計劃，因為她絕不想在這裡被淘汰。盧修斯隨即說出自己的發現，剛才他的攻擊擊中結界時，受擊點的靈力產生了輕微扭曲。他推測導師的防禦魔法是通過將靈力集中在一點來強化防禦。如果大家同時從多個方向發起攻擊，就能分散導師的靈力並削弱結界。聽到這個計劃，赫克托和一旁的諾亞都震驚不已。沒想到盧修斯在交手的瞬間就已經看穿了導師防禦的運作機制。莉莉亞立刻聽懂了盧修斯的意圖，也就是說，同時圍攻的人越多，就越容易突破導師的防線。盧修斯點頭確認，並詢問其他人能否配合。一旁的赫克托雖然嘴硬，聲稱自己絕不是為了幫盧修斯，但還是默默做好了戰鬥準備。諾亞也主動表態，表示人數方面包在自己身上。4人迅速達成共識，重新調整站位，將導師包圍。面對嚴陣以待的4人，導師不僅沒有絲毫慌張，反而一臉期待地等待他們出招。隨着莉莉亞一聲令下，4人同時從不同方向發起猛攻。莉莉亞的烈焰與赫克托的劍氣，配合着盧修斯的靈力與諾亞的法陣，瞬間將導師死鎖在中心。然而，面对這鋪天蓋地的攻勢，導師依然只用單手結界就全部擋下，甚至覺得這種程度的攻擊還遠遠不夠。赫克托與莉莉亞默契配合，2人合力發起最強一擊，重劍與烈焰交織在一起，正面轟向導師的結界。狂暴的能量在結界表面炸裂，甚至讓堅固的防禦結界出現了一道清晰的裂紋。然而，導師只是微微一笑，稱讚這確實是他們最出色的攻擊。隨後他手中凝聚起藍色靈力，瞬間將2人的攻勢徹底震碎。莉莉亞和赫克托已經精疲力竭，但他們依然咬牙死死撐住長劍，試圖維持最後的攻勢。就在2人即將支撐不住時，盧修斯突然現身，按住劍柄，表示戰鬥還沒有結束。盧修斯將自己的靈力注入其中，3人合力爆發出耀眼的強光，狂暴的能量化作巨大光柱直衝雲霄，將導師徹底淹沒在光芒之中。強光散去後，導師雖然勉強擋下了這一擊，但臉上也多了一道血痕。他微笑着宣布3人通過了測試。聽到這個消息，莉莉亞和赫克托興奮不已，一旁的諾亞也鬆了一口氣。然而話音剛落，諾亞就因消耗過度直接栽倒在地上。拼盡全力的赫克托和莉莉亞也終於支撐不住癱倒在地，2人一邊大口喘氣，一邊還不忘互相鬥嘴邀功。導師突然開口，表示不介意收盧修斯當部下，這讓一旁的赫克托和莉莉亞大吃一驚，但導師卻不打算再重複一遍。盧修斯並沒有理會導師的招攬，而是看着自己的雙手陷入沉思。剛才那一瞬間，他的魔法與劍完美融合在一起，仿佛魔法直接化作了實體劍刃。這種魔武融合的奇妙感覺，讓盧修斯找到了變強的全新方向。如果能完美掌握這種力量，他的實力將會迎來質的飛躍。想到這裡，他忍不住微微勾起嘴角。導師告誡他們要記住這次合作的默契，隨後便化作一團迷霧消失在原地。盧修斯看着自己的雙手，回想起剛才魔法與劍術融合的瞬間，他確信只要徹底掌握這種力量，就一定能打敗導師。為了尋找魔武雙修的方法，盧修斯來到皇家學院的圖書館查閱資料。然而書上的靈氣基本理論卻寫着，靈氣只能轉化為魔力或鬥氣其中一種，普通人天生只擁有一種運轉回路。盧修斯在圖書館裡冷靜分析，之前的最強一擊其實是結合了赫克托的鬥氣和自己的魔力才勉強完成。如果只靠一個人，難道真的無法做到嗎？就在他一筹莫展時，書中的一段記載讓他眼前一亮。傳說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同時擁有魔力和鬥氣回路，而學院的創始人就曾將2者完美融合。盧修斯立刻來到後山獨自嘗試，雖然第一次嘗試以失敗告終，但他卻在運轉力量的瞬間，隱約感受到了前世鬥氣回路的波動。這說明前世的力量依然在他體內沉睡，只要能重新喚醒這股鬥氣，並與這一世的魔力相結合，他就能像創始人一樣掌握魔武融合的力量。學院的特別訓練演習正式拉開帷幕，教官凱茜拿着大喇叭從天而降，大聲向在場的學生們打招呼。凱茜宣布這次是高年級對抗賽，參賽的是排名第30到第100名的隊伍，旨在讓大家通過實戰提升排名。看着周圍嚴陣以待的對手，盧修斯意識到這些人的排名都在他們之上，而周圍的隊伍也紛紛投來輕蔑的目光。這充滿挑釁的眼神讓莉莉亞瞬間炸毛，她當場怒吼質問對方在看什麼，甚至直接衝上去揪住了一名高年級生的衣領。高年級生連忙為同伴的無禮道歉，調侃莉莉亞個子太矮不容易被注意到，這讓莉莉亞更加火冒三丈。此時教官凱茜通過喇叭宣布了規則，在紅樹林中心的巨樹樹洞裡藏着一顆高純度的靈氣寶珠，率先搶到寶珠的队伍就能獲得勝利。這顆寶珠能直接提升靈氣容量，相當於瞬間省去數年的苦修。盧修斯聽到這裡頓時眼前一亮，如果能用大量高純度靈氣衝擊身體，或許就能徹底
喚醒前世的鬥氣回路。教官補充說，比賽允許互相搶奪，時限是今天日落之前。隨着比賽正式開始的宣告落下，周圍的隊伍紛紛不懷好意地圍了上來，盧修斯幾人也立刻擺出迎戰姿態。隨着凱茜教官發射信號彈，演習正式開始。盧修斯幾人迅速動身，在紅樹林中全速奔跑。然而沒跑多遠，高年級隊伍便從側面殺出，準備給這群新生一個下馬威。赫克托看着來勢洶洶的對手，懷疑對方的排名是否真的在他們之上。2名高年級生揮舞武器凌空劈下，盧修斯卻連躲都沒躲，抬手釋放出強烈的藍色魔力，瞬間將對手震飛倒地。看着到地不起的對手，盧修斯面無表情地提醒同伴不要被所謂的排名給騙了，只要回想起之前的導師測試，就會明白他們現在的實力有多強。莉莉亞和赫克托也瞬間反應過來，然而話音剛落，又有一队高年級生擋住去路，嘲諷他們自不量力，並揚言真正的戰鬥現在才開始。對方聲稱這是一場新生狩獵，帶頭的高年級生凝聚起狂暴的綠色雷電，正面轟向赫克托。面對來勢洶洶的雷擊，赫克托沒有退縮，拔劍迎着雷光正面硬漢，直接將雷電一刀兩斷，讓囂張的對手當場看傻了眼。高年级生揮舞大劍從半空劈向莉莉亞，警告她不要太得意。莉莉亞渾身燃起熊熊烈焰，直接用附帶火焰的拳头正面硬接大剑，拳剑相撞激起大片火花。高年级生咬牙死撐，怒吼着讓莉莉亞別小看他們。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時，無數尖锐的藍色冰锥突然從天而降，鋪天蓋地般朝莉莉亞砸了過來。面对鋪天蓋地的冰锥襲擊，諾亞意識到自己也是團隊的一員，他立刻展開紫色防禦法陣，替莉莉亞擋下了所有冰锥。在諾亞的掩護下，3人合力發起反擊，瞬間將眼前的對手全部擊潰。看着滿地到地不起的高年級生，盧修斯平靜地詢問對方是否認輸，隨後便帶着同伴繼續前進。此時監控室裡的凱茜教官大為震驚，他怎麼也沒想到排名前5的高年級隊伍竟然在幾分鐘內就被這群新生徹底團滅。凱茜看着魔法影像中的莉莉亞等人，承認這3人的實力確實很強，但最讓他在意的卻是盧修斯。這個少年不僅能一句話重振士氣，甚至還擁有獨自解決高年級生的實力。凱茜不禁疑惑他到底是什麼來頭。此時盧修斯正帶着隊友在森林中疾馳，完全沒有注意到暗處窺視的目光。在他們前方的必經之路上，幾道散發着強大氣場的身影已經布下陣勢，靜靜等待着他們。莉莉亞興奮地指向前方，寶珠就在巨樹的樹洞裡。盧修斯提醒大家別大意，其他隊伍正緊追不捨。眼看寶珠近在咫尺，盧修斯突然察覺到異樣，立刻伸手攔住同伴。莉莉亞眼看對手就要追上，急得大聲質問。盧修斯示意他保持冷靜。就在這時，前方的巨樹突然傳來一陣異動，一隻巨大的魔獸從巨樹中衝了出來。原本藏在樹洞裡的寶珠就在他口中。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周圍的學生驚慌逃散，只有盧修斯幾人留在原地嚴陣以待。監控室裡的導師們也發現了這一異變，男導師提議立刻終止考試並請求支援，但教官凱茜看着畫面卻陷入了沉思。面對男導師終止考試的提議，凱茜教官卻一口回絕，堅持讓考試繼續進行。男導師聽完大驚失色，質問凱茜是不是瘋了。凱茜卻表現得異常冷酷，直言這種突發狀況隨時都會發生，如果學生連這種危機都躲不過去，遲早也會死在真正的戰場上。這番話讓在場的導師們冷汗直流。看到同僚們被嚇得不輕，凱茜突然展顏一笑，表示自己只是在開玩笑，並自信地承諾，如果真的出現生命危險，他會親自出手擺平。聽到這話，導師們這才鬆了一口氣。但凱茜看着監控畫面，內心卻升起了一絲疑惑，因為這片區域本不該有任何魔獸出沒的記錄。他的直覺告訴他，這次魔獸襲擊並不簡單。此時考場上的戰鬥已經打響，高年級學生紛紛對魔獸展開圍攻，赫克托也揮劍加入戰局。然而魔獸的鱗片異常堅硬，學生的武器砍在上面直接折斷，大家懷疑是寶珠的力量強化了他的防禦。面對眾人的圍攻，魔獸突然爆發出一股強烈的能量衝擊，將周圍的學生全部震退。盧修斯和莉莉亞在餘波中穩住身形，警惕地盯着這只棘手的怪物。學生們震驚地發現，剛才的圍攻甚至沒在魔獸身上留下傷痕。還沒等眾人反應過來，魔獸便潛入水中，準備發起新一輪襲擊。緊接着魔獸破水而出，張開血盆大口，嚇得周圍的學生四處逃散。然而盧修斯卻反其道而行之，獨自迎着魔獸衝了上去。旁觀的學生紛紛驚呼他是不是瘋了。莉莉亞見狀也忍不住怒罵出聲，但盧修斯已經高高躍起，直面眼前這只龐然大物。在半空中，盧修斯冷靜地尋找着怪物的破綻。魔獸一口吞下盧修斯，巨大的尾巴瞬間拍入水中。岸邊的莉莉亞和赫克托只能緊張地注視。旁觀的高年級生見狀，忍不住出言嘲諷，認為盧修斯這種沒經驗的新生純粹是在送死。但此時魔獸那小山般的軀體突然從水中冒出，就在學生們驚恐大喊的下一秒，魔獸體內突然爆發出一道耀眼的強光，在半空中轟然炸裂。莉莉亞和赫克托難以置信地看着這一幕，周圍的學生更是驚得目瞪口呆。他們意識到盧修斯竟然獨自從內部粉碎了魔獸。隨着光芒散去，盧修斯穩穩落地，他看着手中散發着綠光的靈氣寶珠，順利將其收入囊中。盧修斯拿着寶珠穩穩落地，莉莉亞和赫克托立刻圍了上來。凱茜教官拿着大喇叭
從天而降，大聲宣布特別演習正式結束，要求所有人立刻返回教學樓。看着順利拿到宝珠的卢修斯，凱茜臉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微笑。旁觀的高年級學生滿臉不甘，他們怎麼也沒想到，最後的勝利會被1年級新生搶走。演習結束後，赫克托抱怨對手太弱。莉莉亞看着盧修斯的背影陷入沉思，開始懷疑這個新生的真實身份。此時，盧修斯正盯着手中的靈氣寶珠，感受着其中蘊含的龐大能量，期待能借此覺醒自己的鬥氣回路。就在幾人準備離開時，一名陌生男子突然走上前，主動稱讚他們的實力非常強大。男子繼續熱情地套近乎，誇讚他們的實力遠超新生，甚至表示自己被徹底折服。他摟着莉莉亞的肩膀，聲稱自己作為在校多年的老生，以後可以提供不少幫助，並主動伸出手想要結交朋友。莉莉亞雖然有些嫌棄，但還是伸出手準備回應。就在两手即將碰觸的瞬間，男子臉上突然閃過一絲陰險的笑意，毫無徵兆地對莉莉亞發動襲擊。莉莉亞根本來不及防備，莉莉亞瞬間失去意識倒了下去。一旁的赫克托根本來不及阻止，盧修斯連忙上前扶住莉莉亞，冷聲質問對方到底有什麼企圖。畢竟演習已經宣告結束，襲擊者卻發出一陣得逞的冷笑，直言他們是再合適不過的誘餌。眼看對方來意不善，赫克托立刻拔劍戒備，襲擊者卻絲毫不慌，反而不懷好意地問他們知不知道什麼是沼澤潛伏者。襲擊者解釋起學院的生存規則，每年只有排名墊底的100餘人會被退學，只要能避開倒數，理論上就可以一直賴在學院裡。他們這群人既無法更進一步，又沒有淪落到被退學的地步，只能年復一年的在這裡虛度光陰，因此被大家戲稱為沼澤潛伏者。盧修斯在一旁冷眼旁觀，暗自思忖這群家伙到底有什麼企圖。襲擊者自嘲他們在這裡待了太久，實力早早觸及瓶頸，無法提升，甚至連保留家族姓氏的資格都已失去。赫克托聽完忍不住出言嘲諷，直言他們不過是一群心存執念的廢物。這番話瞬間戳中了襲擊者的痛處，對方情緒失控的崩潰大喊，承認自己已經失去了一切，為了能爬上頂點他們別無選擇，為了奪回失去的一切他們已經不擇手段。話音剛落，一個巨大的紫色沙漏在場中顯現，散發出詭異的光芒。赫克托警惕地看着四周，地面上竟憑空浮現出大量骸骨。諾亞見狀不再保留，直接展開魔法陣，釋放出龐大的黑暗魔力。然而這正中襲擊者的下懷，他們看着湧動的魔力，露出陰險的笑容，立刻舉起雙手，將諾亞的黑暗能量源源不斷地吸入沙漏。襲擊者們露出了近乎瘋狂的貪婪神色，叫囂着要將他們徹底吸乾。諾亞在魔力的拉扯下痛苦掙扎，試圖擺脫這股吸力。一旁的赫克托立刻看清了局勢，意識到那個沙漏就是力量的源頭，他當即飛身躍起，揮舞長劍直奔沙漏斬去。長劍並沒能劈碎沙漏，赫克托反而被詭異的紫色魔力直接彈開。還沒等他穩住身形，一名襲擊者突然從背後死死抱住了他。對方得意地嘲諷道：“那個沙漏只有施術者才能觸碰，它不僅能吸收所有的魔法攻擊，一旦直接接觸到肉體，還會源源不斷地抽乾目標地能量。”赫克托在魔力的侵蝕下動彈不得。一旁的盧修斯見狀卻異常冷靜，既然魔法和直接接觸都會被吸收，那就用最純粹的體術解決。他瞬間動身衝上前去，飛起一腳狠狠踹在襲擊者的臉上。這一重腳直接把襲擊者踹飛出去，赫克托也順勢脫困倒在地上。看來物理攻擊確實能對他們造成傷害。盧修斯緩步走上前去，緩緩握住了腰間的劍柄。赫克托見狀有些難以置信，質問他一個魔法師到底想幹什麼。盧修斯卻只是冷冷地拔出長劍，表示自己其實更擅長劍術。襲擊者們見狀也重新戒備起來。盧修斯擺開架勢準備迎戰。面對敵人，盧修斯右眼閃過一絲紅光，臉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